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悠游天涯，一个探索奇人趣事美景的旅行者。观看长城全程航拍，一起测量长城长度。今天第4次测量，我们从建设台长城21.3公里处开始测量，看看能测量有多长。到这里，建设台长城已经延伸到断崖边，此时位置已经非常险峻了。不过为了防止出现疏漏，在这个谷口也进行了墙体修建。从谷口到这个位置大概只修了几百米，因为山势太高，相信敌人也爬不到这里来，所以就没有再往上修。高处就是国家地质公园长寿山的高峰，海拔大概700-800米，翻过去就是九门口长城段了。有句话形容九门口长城：遇山而断，遇水不绝。意思是说，长城到这里的长寿山就断开了，但是到九门河却在河上架起了9个门洞的长城桥梁。因为这里都是山险墙，没有什么好测量的，我们直接把测量线拉到九门口去。这里就是九门口长城的西断崖，长城直接抵近断崖修建。这里的崖壁上有10个红漆的“九门口”3个大字。九门口长城是大将军徐达修建的，又称一片石关。当初还修建了一条长达1000米的秘密暗道，直通关外。闯王李自成曾在此大战吴三桂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史称一片石之战。据说清军通过暗道偷袭李自成，出其不意地击败了他。这里就是国家4A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的重要关隘——九门口水上长城。始建于北齐，扩建于明初洪武年间，古称一片石关。万历年间修建了9个水门，又称九门口关。城桥的两边有2个方城，起到加强防守的作用。明朝时，每个水门都安有双重4扇木门，枯水期关闭，阻挡敌人；洪水期开启，敌人依然不能攻进来。这个位置有一个城门洞，上面有一个京东守关的石匾。继续往东，长城上到这个山上，然后突然折向北，而往南的山梁上分布着3个前哨敌楼。长城继续沿着山脊往北，沿线又是几个敌楼。这个敌楼是一个节点，往右长城下到谬山口，往左是九门口关城的城墙部分。这里有一个城门洞，方便两边的兵力输送。我们可以看一下往左的这道城墙怎么和刚才走过的城墙形成了九门口的关城。关城里面就是九门口村，关门以外就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绥荣县李家埠乡，关门以内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驻曹营镇。我们继续沿着长城主线往前走，就下到了谬山口。至于为什么叫谬山口，可能是因为长城外面的山上有个法藏寺吧。谬山口已经被修路开发毁掉了，然后继续沿着北边的山脊往上行。这段长城属于山海镇石门路，长城外面就是辽西走廊，所以一旦突破长城以内就无险可守了，所以非常重要。九门口村头位置有个点将台，可以看到长城沿线敌楼密集，长城城墙也修得很规整。
这个高压输电塔下面的地楼，据说就是西洋口关的位置。我是用无人机直接飞过去的，没有去实地看看。因为我能找到的资料有限，可能下面的这个山口才是西洋口。顺着山口往左，长城里面2华里就是西洋口关城位置，大部分被民宅占用，城北残存100米石墙。过了西洋口关，前面就是黄土岭关，关外是辽宁地界的娄家沟，关内是河北地界的黄土岭村。这个海拔500多米的山叫做廖山，据说上面建有瞭望台。到廖山下面，黄土岭关南高地敌楼测量了有29公里。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段长城的航拍。